赏花宴上，借住在我家的表妹不慎落水，林小姐落水了。被捞起时，怀里竟揣着男人的亵裤，可她却当众造谣这是我昨日与人私会时奸夫不慎遗落的。表姐，我昨夜看到表姐在后花园私会，不小心捡到了这脏东西。表姐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你竟敢谋害你表妹，把她给我绑了！我不争不辩，起身一脚把林楚离踹回水里。满口谎言的贱人，你肚刀上还绣着那野男人的婊字，真当大家眼瞎吗？上一世，就是在这赏花宴上，祖母和江燕之为了侯府名声，逼我认下了这桩丑闻。第二天，未婚夫退婚，八抬大轿娶了表妹。我被打发到庄子上自生自灭，遭山匪糟蹋，爬回侯府求救。你还有脸回来？你表妹如今是诰命夫人，你这残花败柳，只会脏了侯府的地！给我打死这不知廉耻的畜生！表姐，下辈子可别这么糊涂了。直到这时我才知道，赏花宴是他们合谋设下的陷阱。快来人啊！林小姐落水了！你疯了！快救楚离！上一世你逼我认罪时，也是这副正义凛然的面孔。孽障！你竟敢谋害你表妹！来人，把她给我绑了！我看谁敢动我！沈月然，你还敢诬陷你表妹？你置侯府名声和我的脸面于何地？趁事情还没有闹大，乖乖认错，这样我还能勉强收你为妾。肚刀上绣着野男人的婊子，你当满园的人都是眼瞎的吗？不要干！那是个男人的婊子。林家小姐还未出阁，贴身之物上怎么会绣着男人的字？刚才从他怀里掉出来的，好像是一条男人的亵裤吧？哎呦，这事情要像成这样子，这个不是你这个毒女！楚离是你亲表妹，你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毁她清白！祖母这话好没道理。线裤是她自己从怀里掉出来的，肚兜是她自己穿在身上的。怎么，是我逼着她去私会野男人，还是我把男人的名字绣在她的胸口上？燕之哥哥，你信我，我没有，那肚刀是表姐送给我的。是表姐说这料子好，非要我今日穿上，我根本不知道上面绣了字啊！沈月然，你嫉妒楚灵得我母亲喜爱，竟然用这种下作手段陷害她，心思如此歹毒，根本不配做我的正妻。上一世他也是这般大义凛然，我也以为他是值得托付终身的人。我嫉妒他。江燕之，你瞎了，在场的各位夫人可没瞎，你好好看看这剑库的料子。这可是江南贡品，冰丝云锦，整个京城除了皇室，只有你们定远侯府得了一匹御赐，而这匹云锦，定远侯夫人全给你做了贴身衣物。江燕之，你告诉我，你的亵裤为什么会在我表妹的怀里？这布料看着确实是冰丝云锦。你胡说什么？这怎么可能是我的东西？上一世我跪在这百口莫辩，所有人都相信我是那个不知廉耻的荡妇。可这一世，我偏要把这烂疮挑破，让所有人都看看里面的脓血，是不是你的？点一点你的衣笼不就知道了？还是说，世子爷有把贴身衣物赏给旁人的脾气？够了，家丑不可外扬。大小姐得了失心疯，把她嘴堵上，押回祠堂严加看管。没有我的允许，谁也不准放她出来。这是想把我关进祠堂，对外说我疯了，等日子过去，再安个罪名给我。莫要怪表姐，表姐也是一时糊涂。这肚兜的确是表姐送我的，那料子是蜀锦。表姐说她不喜这颜色，便赏了我。我哪里知道表姐在上面绣了什么字，更不知道这亵裤是从哪里来的。蜀锦，林楚离，你撒谎也不打草稿。侯府上下谁不知道？祖母最疼你，把唯一的蜀锦全给了你做衣裳。我一个不受宠的嫡女，连蜀锦的边都没摸过，拿什么送你？你既然说是我送的，那你敢不敢让大家看看，这肚道的绣工究竟是出自谁的手？那鸳鸯戏水的针法，
分明是你林楚林最擅长的双面绣，难道我还能钻进你的躯壳里，替你绣上这野男人的婊字不成？是啊，那针脚细密，确实是林家小姐的手笔。这林小姐平日里看着清纯可人，没想到私底下玩得这么花。贴身带着定远侯世子的谢裤，肚兜上却绣着另一个男人的字。反了，反了！你非要逼死你妹妹才甘心吗？来人，动家法，给我打死这个忤逆不孝的逆女！打死我？祖母，你恐怕没有这个胆子。今日的赏花宴，我可是特意请了一位贵客，算算时辰，他也该到了。长公主驾到！上一世，长公主见我不守妇道，厌恶至极。可这一世，我算准时间，将这闹剧拖到了她出现。本宫不过是来赏个花，定远侯府倒是给本宫演了出好戏。殿下恕罪，是府里的小辈不懂事，起了争执，惊扰了殿下。争执？本宫听得清清楚楚，这是要动家法打死嫡女啊！求长公主为臣女做主。臣女表妹私通外男，怀揣定远侯世子的谢裤。肚刀上却绣着不知名男人的婊字。事发后，二人联手诬陷臣女，祖母为了掩盖家丑，竟要将臣女乱棍打死。臣女死不足惜，但若背着这等乌董下九泉，臣女死不瞑目。冰丝云锦，这的确是御赐之物。江世子，你的贴身异物为何会在他的身上？殿下明鉴，微臣冤枉啊！微臣与林小姐清清白白，这谢裤微臣也不知道怎么丢的，是他，一定是他偷了微臣的衣物。胭脂哥哥，你闭嘴！你不知廉耻，偷窃本世子的衣物，还敢诬陷月然！狗咬狗的戏码真是精彩。殿下，臣女冤枉，臣女是被人陷害的。这谢裤根本不是世子的，是表姐和后院的马夫私通留下的。表姐与马夫苟且，怕事情外露，才偷了世子的云锦，让马夫做成谢裤穿在身上。这颠倒黑白的本事真是炉火纯青，这种荒谬的谎言都编得出来，可偏又有人配合。殿下明鉴，月染这丫头自幼顽劣，与那马夫不清不楚。老身本想替她遮掩，谁知她竟如此恶毒，反咬楚离。殿下，家门不幸啊！臣教女无方，让这逆女做出此等丑事。月壤，你平时胡闹也就罢了，怎么能做出这种败坏家风的事啊？你快向殿下认罪，别再牵连你妹妹了。这就是我的好父母，每个人都演得那么失真，为了侯府的颜面，毫不犹豫地将我推向深渊。沈月染，你父母和祖母皆指认你与马夫私通，还有话可说。臣女不认。既然父亲母亲言之凿凿，那不如把马夫叫来对质。你还嫌不够丢人吗？非要把事情闹得满城风雨才甘心？去，把那个马夫给我绑来。这条谢裤是你的？小人该死，是大小姐勾引小人的。大小姐说她嫌弃世子是个文弱书生，喜欢小人这般身强力壮的。那条谢裤确实是大小姐偷了料子给小人做的。沈月言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简直是不知廉耻到了极点。你若乖乖认罪，我还能留你一条生路。好一个证据确凿，好一个众口获金。你说这谢裤是你穿的？是小人穿的。殿下，冰丝云锦乃是御赐之物，其上皆有内务府的暗纹。这马夫说这线裤是他的，可他一干粗活的下人，腿上必定布满老茧和污垢。这冰丝云锦最是娇贵，若真是他贴身身枪，必然有某种勾丝。殿下大可派人查验这线裤内里是否光滑如新。回殿下，这切裤内里平整光滑，毫无磨损痕迹，绝非粗鄙之人穿过。不是，是小人记错了。放肆！竟敢在本宫面前做伪证！来人，把这狗奴才拖下去，重打50大板！殿下饶命，是有人拿银子指使小人的。殿下，臣女还有一事不明，若我真与马夫私通，为何这谢裤会从表妹怀里掉出来？难道表妹有收藏烟杂之物的喜好？我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是你塞给我的。大庭广众之下，我如何塞给你？别人强塞给你，你就贴身藏在怀里，还护得那么紧。放开我，你这个疯子！这脉象怕是有喜，怪不得江燕之要护着他，这孩子怕也是他的。殿下，臣女自幼跟着府里的老府医，识得几分要领。表妹这脉象如珠走盘，圆滑流利，分明是喜脉。表妹这滑脉之象，怕是已有月余。月然，你疯了吗？楚离还是黄花大闺女，你怎能用这种恶毒的话毁她清白？黄花大闺女，那这肚子里的是石头不成？只是不知肚子里的野种是马夫的，还是江少子的，亦或者是那位肚刀上绣着冤字的公子的。你血口喷人！逆女，我沈家怎么会生出你这种逆女？
殿下，这丫头疯了，她的话半个字都不能信啊！够了，都给本宫闭嘴！是真是假，验过便知。来人，传太医院院首。微臣参见长公主殿下。李太医，去给那位林舅娘诊脉，看看她是不是有了喜脉。我不看，我没病，我不看太医。楚离还是个黄花大闺女，月然发了疯，你怎能跟着她一起胡闹？母亲这话说的可笑，若表妹真是清白之身，太医一诊便知。如此推三阻四，莫非是做贼心虚？你这是要逼死你表妹呀！放肆！本宫在此，还轮不到你们沈家人撒野。来人，把沈夫人拉开，若再敢阻挠，按藐视皇族论处。嬷嬷，按住他！放开我！你们这些贱奴，这些贱奴，我是清白的！胭脂哥哥救我！姨母救我！回殿下，林小姐脉象圆滑如走珠，确实是滑脉。说清楚些。林小姐确有身孕，且已有月余。天哪，竟然真的怀孕了！未婚先孕，还带着男人的血库，这林家小姐简直是荡妇啊！刚才还装得那么清纯可怜，说什么委屈，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，太恶毒了。楚离，你……夫人晕倒了，家门不幸啊！怎么会这样？侯府的脸面全丢尽了。上一世他们也是这样看着我的，如今轮到你了。好一个清清白白的林小姐，本宫今日算是开了眼了。江燕之，这冰丝云锦的血库是你的，这林小姐肚子里的孩子，莫非也是你的？若不认楚离必死，侯府也脱不了干系。认了，至少能说是风流一时，保他一命。殿下恕罪，是微臣一时糊涂，与楚离情难自隐，诛胎暗结。这一切与月染无关，都是微臣的错，是微臣辜负了他。还当是什么深情才子，原来是个管不住下半身的登徒子，和未婚妻的表妹暗通此桥，真是让人恶心。世子爷真是情深义重，令人感动。什么意思？世子愿意认下这孩子，成全这段情难自隐的佳话，我自然没意见。表姐，你可原谅我了。只是这血库是你的不假，表妹肚兜上绣的冤字，难道也是世子的表字？楚离，你肚兜上为什么会绣着别人的表字？我没有，那是我随便绣的花纹。随便绣的花纹，表妹的女红可是重金请江南绣娘教的，这金丝走线清清楚楚是个冤字。你怀里揣着世子的血库，又贴身绣着另一个男人的名讳，表妹这情难自禁，未免也太博爱了些。放肆！冤乃当今三皇子的名讳。天哪，三皇子楚渊私通皇室，混乱宫闱，这是诛族的死罪啊！林楚离，你敢私通三皇子，又与江燕之诛胎暗结，方才所有还只是后宅阴私，可这个冤字，皇室的颜面，皇子的清誉，都是要命的东西。楚离，你竟然背着我！不是的，臣没有，这字是臣女随便绣的。臣女仰慕三皇子的英姿，只是仰慕本殿下的英姿，把本殿下的名字绣在肚兜上。殿下救我！是江燕之强迫我的，我心里只有殿下呀，这孩子也是殿下的骨兽啊！林楚饶，你这个贱人！你这个水性杨花的娼妇，明明是你约我私会，说仰慕我已久，主动宽衣解带勾引我，你现在竟然说孩子是三皇子的！你胡说，是你用强逼迫我的！我胡说？你亲口说怀了我的骨肉，求我退了婚娶你做正妻，还让我把血库给你，说要栽赃沈月染逼他退位。你口口声声说爱我，现在竟然说孩子是三皇子的，你到底跟多少男人睡过？你闭嘴！没用的懦夫，连殿下的一根指头都比不上。殿下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不过是消遣的玩物，敢脚踏两条船。堂堂三皇子和别人用一个女人，本殿下的脸往哪儿搁？滚开！殿下，本殿下何曾碰过你这种水性杨花的贱妇？江世子，你的女人带回去好好管教，别出来脏了本殿下的眼。殿下息怒，微臣知错，微臣这就把她带走。带走？世子爷想把她带去哪儿啊？沈月染，你还想干什么？这林楚离绣着您的名讳，揣着世子的血库，如今怀了身孕，却不知生父之谁。这种会乱门楣的荡妇，这么轻飘飘的带走，岂不是让天下人笑话？沈月染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教本殿下做事？臣女不敢，只是觉得若今日之事传出去，别人只会说三皇子与人共用一女，连孩子是谁的都分不清。殿下的清誉难道就值这么一个贱妇吗？既然如此，留着也是祸害。本殿下今日就替天行道。救我！祖母救我！祖母，你不是最疼离儿了吗？你快求求殿下呀！你这个不要脸的娼妇，别碰我！我沈家清清白白，怎么会生出你这种不知廉耻的东西？月染，你快帮着求情啊！求情？
我凭什么要求情？你妹妹千错万错，但她毕竟是你妹妹啊，是沈家的骨肉，你难道要眼睁睁看着她死，看着定远侯府家破人亡吗？父亲这话真有意思。刚才表妹诬陷我私通，你们逼我认罪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我是你们的女儿？现在出了事，倒想起我来了。月然，娘那是被蒙蔽了。闭嘴，少拿蒙蔽当借口。不过是偏心自私到了骨子，在你们眼里，我就是可以随时被牺牲的工具。现在出了事，发现护在心尖的表妹是个烂货，发现侯府要保不住了，倒想起我这个女儿来了，想让我做出头鸟替你们挡灾，做梦！你这个不孝的孽障！身为沈家人，侯府若倒了，你能有什么好下场？沈侯爷，省省力气吧。今日我绝不会替他求半个字的情，他自己种下的恶果，就是被千刀万剐，也是他活该。沈月然，你不得好死！殿下，臣女今日有一事恳请殿下做主。说，本宫今日在此，自然会为你做主。臣女与江世子的婚约本就是长辈定下的，如今他与表妹暗通芳泽，珠胎暗成，如此品行败坏之人，臣女断不能再嫁。臣女恳请殿下做主，解除这门婚约。沈月然，你疯了！退了婚，你以后还怎么嫁人？谁还敢要你？嫁不嫁人是我的事，哪怕我绞了头发去做姑子，孤独终老，总好过嫁给你这种头顶绿云的伪君子。孽障！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岂容你在这里放肆？这门婚事，你嫁也得嫁，不嫁也得嫁。你若敢退婚，我就打断你的腿，当没生过你这个女儿。既然父亲如此说，那正好，这是臣女早就写好的断绝书，上面白纸黑字，已按了臣女的旨意。今日当着长公主和三皇子的面，我沈月珍与定远侯府恩断义绝，从此以后生死祸福各不相干。你大逆不道，你这是要遭天谴的呀！好一个刚烈的女子！本宫最恨那些龌龊的内宅阴司，也最敬奉敢于反抗的人。沈月耀，你既与沈家断绝了关系，那本宫就收你为义女。从今往后，我看谁敢动你分毫。女儿月然拜见义母。月然啊，爹刚才都是说的气话，你可是爹的亲骨肉啊！沈侯爷，请自重。凭什么她飞黄腾达，成了长公主的义女，我却要死无葬身之地？既然死路一条，那就所有人一起死！长公主义女，好得很啊！你这贱妇还有什么遗言？你们都不让我活，那大家就一起死，谁也别想活！三皇子殿下，臣女有天大的秘密要禀报，定远侯府犯的是抄家灭族的大罪。说，沈家贪污了江南的赈灾银，足足50万两，就藏在后院的枯井里。你这个疯婆子，胡说八道什么？闭嘴！给我闭嘴！父亲正愁没有机会在父皇面前立功，这50万两赈灾银案若被我查实，就是天大的功劳。来人，给我搜！掘地3尺要搜出来，任何人敢阻拦，格杀勿论。回殿下，枯井下果然有暗室，里面堆满了银箱，初步清点却有50万两之巨，箱子上还印着江南官府的火漆阴阳。老爷，你醒醒啊！完了，全完了！定远侯府彻底完了。上一世，他们为了林楚离将我推入地狱；这一世，我只需推波助澜，便让他们自食恶果。好一个定远侯府，竟敢私吞赈灾银！来人，把定远侯府所有人全部打入天牢，听候父皇发落。死吧，大家都一起死吧！月然，救救我们！你是长公主的义女，帮我们求求情啊！我们可是你的血亲啊！血亲，父亲，上一世你们把我装进猪笼陈塘的时候，可曾想过我是你的血亲？带走吧，免得脏了长公主的眼。走吧，这等肮杂地方不留也罢。姑娘这边请，您的院子在西边的揽月阁。殿下吩咐了，先带您去梳洗，再去用膳。姑娘，热水已经备好了，奴婢伺候姑娘沐浴更衣。姑娘，什么事？嬷嬷送衣裳来了，说是殿下亲自挑的料子。知道了，请嬷嬷稍后。姑娘换好衣裳了，殿下请您前厅用膳，麻烦嬷嬷了。来了，坐吧。今晚只有你我2人，不必拘礼。今日的事，你有什么想问本宫的吗？殿下为何要收臣女为义女？本宫在赏花宴上看了你一路，从你把林楚兰踹下水的那一刻起，本宫就在看你，每一步都算得滴水不漏。本宫很好奇，你今年才多大？20岁。20岁。本宫20岁的时候，还被几个得宠的嫔妃耍得团团转，你倒是让本宫刮目相看。臣女只是被逼到了绝路，
被逼到绝路的人多了，但不是谁都能在绝路上反杀。你知道说是个什么最能可贵吗？这世道对女子向来不公，本宫走到这个位置，靠的是自己踩出来的血路，不是个命运，是因为在你身上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。多谢殿下，叫义母。多谢义母。吃吧，你今日受了风寒，多吃些暖和的。月然，好好睡一觉，明天就是新的人生，以前的事就忘了吧。升堂，带犯人沈床明。罪臣沈床明参见3位大人。沈床明，江南送来赈灾银50万两，本该赈济灾民，你竟敢私吞官银，该当何罪？大人明鉴啊，那银两是江南布政使暂存在臣府上的，臣只是替朝廷保管灾情稳定了再发下去啊。这是你叔书房里搜出来的，上面清楚记着你们互相勾结，每年从赈灾银中抽走30%作为利钱，数年来私吞不下100万两。还有，你修了暗室用来藏匿银两，这可不像暂存。那些死去的灾民能用银两买回来吗？传证人。大人饶命，是侯爷让我在账上做手脚，每年抽出30%。小人是押银子的，每年沈家都会有银子要运到江南，那些银箱上印的都是江南官府的火漆。草民是修暗室的，侯爷让草民修一个存到冰箱的暗室，草民当时觉得不对，但侯爷给了50两，草民不敢不从。沈崇明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看得怎么样？罪有应得，就这4个字。他方才的表情和劝我认罪时一模一样，只顾自己，别人的命就无所谓的表情。江燕之，你与林家小姐私相授受，合谋诬陷沈月然，此事可属实？属实，是微臣一时糊涂。一时糊涂，你与他表妹勾搭，又诬陷沈月然，将他置于死地，这等行径，岂可用一时糊涂带过？身为定远侯世子，欺辱忠良，你这样的人还有何颜面活着？月然，是我对不起你，你原谅我吧，我求求情啊！上一世，我跪在祠堂的青石上时，我曾这样讲过他。将人犯押下去。月然，我对不起你。姑母，渊儿今日怎么来了？这案子是本殿下亲手办的，自然要来旁听。沈姑娘倒是心大，自己的父亲在堂上受审，还能面不改色地坐在那里。殿下说的是，臣女的父亲贪墨害民，理应受审。臣女若是替他求情，那才是沈姑娘这张嘴倒是比你表妹利索多了。殿下谬赞，三殿下审案辛苦了，臣女告退。以后离他远些，这个侄儿心眼比针尖还小。臣女明白。姨娘，您说的对，我要活得比所有人都好，让他们在地狱里也能看见我的光。好，那就努力活给他们看。胭脂哥哥说过会娶我的，祖母会保护我的。就是这间，三殿下吩咐了，这贱妇不必留，您看着办。就是他，灌了红花还能活下来，命倒是硬。这张脸嘛，倒是不错，养一养还能接客。我出50两，人我带走，死活不论。刘妈妈爽快，您请便，请便。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我是三皇子的人，你们不能！三皇子的人，你以为是谁让人灌了红花？识相就乖乖跟我走，少受些皮肉之苦。兹由沈氏嫡女沈月染，性端淑，志节刚廉，为长公主赏识。今日正式收为义女，再入宗蝶，赐以姓氏荣，授以身份之尊。从今日起，你便是本宫逗你的一儿，这府里的一切你便是妻本宫。恭喜殿下，恭喜沈姑娘！沈姑娘这身衣裳真是好看，殿下的眼光果然不凡。长公主仁厚，收沈姑娘做义女是天大的福嘛。不过说起来，姑娘也是心狠，血亲都被关着，自己在这任亲摆宴。唉，到底是年轻，不懂什么叫骨肉至亲。卢夫人说的是，确实该珍惜。只是他们逼我认罪时，可曾想过什么叫骨肉至亲？更何况这案子是三司会诊定下的铁案，卢夫人今日在这里替罪犯说话，莫非觉得朝廷判的不公？不是，殿下明鉴，臣妇绝不敢质疑朝廷的判决。卢夫人，你若是来鸣不平的，本宫倒是可以写一封奏折，让皇上听听你的高见。臣妇不敢，臣妇失言，求殿下恕罪。本宫今日不想见人跪在地上哭哭啼啼的，晦气。今日是月染的好日子，过去就不提了。月染先干为敬。沈姑娘真是光彩照人，这衣裳要是换旁人穿，可穿不出这等气度来。臣妇有个不成器的儿子，如今在翰林院当差，要是不嫌弃，改日到府上坐坐。姑娘别听他的，他儿子游手好闲，不如我家老三。我家老三可是进士，我家老二也是进士，而且已经选为庶进士了。庶为士又怎样？我儿子可是正七品。你们那进士还没受官呢，拿什么跟我比？诸位夫人，我如今刚入长公主府，还未及安顿，
儿女婚事不便多谈，让人照顾着月染些。这些人都不是省油的灯。殿下放心，奴婢明白。今日感觉如何？有些累，这群人都是看人下菜碟的。卢氏是被本宫吓住了，那几个抢儿子的是被你的身份晃花了眼，但真正靠的还得是你自己。你越是强，他们才服你。这城里的规矩千百年来从未变过。义母当年也是这样过来的吗？本宫当年可是赤手空拳，比你现在难多了。但你不一样，因为你没什么可输的了，才能什么都不要，也什么都能得到。本宫当年可是赤手空拳，比你现在难多了。但你不一样，因为你没什么可输的了，才能什么都不要，也什么都能得到。我以为复仇成功就是终点，如今才明白，真正的仗现在才开始。义母，我想请您帮我。帮你什么？教我怎么在这京城活下去，怎么让那些人因为我沈月染自己就不敢欺我。崔嬷嬷，奴婢在。从明天起，把府里账册都搬到揽月阁，从府里出支到足头交，直接从账本开始。还有去请冯师傅来教他骑马，射箭也一并学了。他那双手不能只会捏针线。奴婢遵命。月染，你要站得高，看得远，杀得狠，才能在这吃人的世道里不被任何人吞进肚子里。义母教诲，月染此生不忘。殿下，圣上心情不错，特意让奴才先来递个话，让殿下把新收的那位义女也带进宫。圣上想见见。怕吗？上一世我连被皇帝看一眼的资格都没有，这一世皇帝点名要见我，我没有任何理由怕。臣女沈月染叩见陛下。抬起头来，确实有几分你姑母年轻时的气魄。皇姐这次倒是捡了个好苗子。不过是看着孩子可怜，这才多管了一回闲事。呵呵，你若是没管这闲事，50万两赈灾银怕是还在枯井里躺着。起来吧，沈月染，你父亲贪墨赈灾银，害死无数百姓，沈家上下无一不是罪人。你可知朕为何还要见你？因为臣女没有替他们求情。你倒是敢说！你父母都还在天牢里等着朕的判决，你不想求朕饶他们一命？不想。臣女的父亲贪墨害民，母亲助纣为虐，他们都该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臣女若为此求情，才是真正的不敬国法。好一个敬的国法！沈家满门罪人倒出了一个明白，倒要看看你这明白了看装的还是骨子里的带来的。渊儿，朕听闻那日你也在场，你来说说这位沈姑娘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回父皇，沈姑娘胆识过人，心思缜密，不过依儿臣看来未免心机太深。此等心性，若是用在正道上倒罢了，若是……殿下说臣女心机深沉，那臣女斗胆问一句：赏花宴上，殿下为何会出现在定远侯府的后院？殿下那日是与侯爷议事，本在书房等候，听闻后院喧哗循声而来。臣女所言可有差错？可林楚离为何一见殿下便扑上去抱住殿下的大腿，说这孩子是殿下的骨肉？这与臣女的心机深沉无反，又有何干？沈月饶，休要血口喷人！那贱妇攀咬本殿下，本殿下早已当场否认。你今日旧事重提，究竟是什么居心？臣女没有什么居心，殿下自己是被攀咬，可殿下命人灌他红花发卖暗阳，如此果断。臣女倒是好奇，若真无半点关系，殿下何必如此着急？你，渊儿，沈月染说的没错，朕不管你们到底有什么，沾惹了没本事收拾干净，反倒让一个小姑娘擦了屁股，丢的是皇家的脸，朕的脸。儿臣知错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定远侯府嫡女沈月扰，秉性刚烈，临难不屈，特封安平县主，赐府邸一座，10亿千户。钦此。臣女谢陛下隆恩。从这一刻起，我不再是罪臣之女，我是安平县主，有自己的府邸和10亿，有一个谁也不能轻易夺走的身份。沈月染，长公主管不了你一事，能不能站稳脚跟，还得看你自己。臣女谨记陛下教诲。沈月染，你以为攀上了长公主，封了县主就能高枕无忧了？这京城的水深得很，小小的县主不过是水面上一片浮萍，风一吹就翻了。殿下多虑了，我不是浮萍，我是石头。月然，你来了！你现在是县主了，一定有办法救我们的，对不对？救你们？当初他们诬陷我的时候，你们怎么不救救我？你救救你弟弟，他才10岁啊，他不能被流放啊！你们贪墨灾银，害死无数百姓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他们可不可怜？我后悔了，月染，对不起。如果当初我没有被林楚林勾引，如果我坚定的娶你，就不会落到这个地步。江燕之，你后悔的不是背叛了我，你后悔的只是选错了人，落得了这个下场。你骨子里就是个自私自利、虚伪至极的懦夫。流放颍南，3000里苦寒，希望你能活着走到那里。
贵人这边请，小心脚下。沈月然，你这个贱人，都是你害的我！如果不是你，我现在已经是三皇子的侧妃了。林楚离，你总把自己的贪婪和愚蠢怪罪在别人身上，你以为三皇子真的会娶你？你不过是他的一个玩物罢了。你同时吊着江晏耶和三皇子，真以为自己能把所有人玩弄于股掌之中？上一世，你踩着我的尸骨成了诰命夫人；这一世，我把你最在乎的一样样全部碾碎。这暗窑里的日子长着呢，听说老鸨给你接的客都是些最下等的苦力。杀了我！求求你杀了我！杀了你，那太便宜你了。我要你活着，生不如死的活着。沈县主倒是狠心，亲弟弟流放岭南3000里，县主站在楼上喝着茶，看得清清楚楚，连送一程都不愿意。殿下若是心疼，不如窃听之毒虫豺狼虎豹。殿下身强力壮，想必比一个孩子更能扛。沈月然，你这张嘴，迟早会给你招来杀身之祸。殿下这是在威胁我。殿下若是有这个胆量，当日在定远侯府，就不会被我一个小女子逼到哑口无言。殿下，要不用，一个县主而已，本殿下有的是办法让他后悔。回府。沈姑娘，哦，该叫县主了。县主年纪轻轻便能得长公主殿后怜爱，真是好福气。不过老身有一事不明，还请县主解惑。孙夫人，请讲。县主坐的是长公主身边的位置，喝的是御赐的桂花酿。可1个月前，县主还不过是一个不受宠的嫡女，这一夜之间飞上枝头，真叫人羡慕。可这位置坐得稳不稳，县主心里恐怕比谁都清楚吧。孙夫人问得好，臣女也有一事想问夫人。臣女这位置是陛下封的，若夫人觉得臣女坐不稳，那便是质疑陛下的眼光。夫人方才说羡慕，是羡慕臣女得了陛下青睐，还是觉得臣女不配？臣女出身确实不高，可臣女记得上一个质疑陛下的人，坟头草已经有3尺高了。夫人若觉得臣女坐不稳，不如随臣女去御前，当着陛下面把话说清楚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说的是，我是孙夫人。酒敬完了就回去坐着吧，站着容易醉，醉了就容易说胡话，说了胡话就不好收场了。不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说的是，我是孙夫人。酒敬完了就回去坐着吧，站着容易醉，醉了就容易说胡话，说了胡话就不好收场了。县主请留步。县主今日那番话说得好极了，这宫里宫外多的是孙夫人这样的人，专挑软柿子捏，以为自己年长几岁，资历老些，就可以踩着别人的痛处说话，不过是欺软怕硬吧。还未请教，司礼女官苏婉，今年新入宫的，之前在江南老家，去年洪灾后入京复考，侥幸考中，被分到了司礼监当差。苏女官找我，不只是为了说夫人的事吧？县主果然心思敏锐，改日若有空闲，不知县主可否容我登门拜访？县主府的门随时为苏女官开着。那个苏婉是个人才，义母认识她。司礼监今年收的所有人里，她考了第1名，是唯一一个从江南来的。不过她找上你，恐怕不是为了说几句好话。这孩子身上有故事。义母觉得我该不该和他来往？你的事你自己做主。在这京城里，朋友不用多，但必须真。100个假朋友，不如一个敢在你落难时替你挡刀的。店主这日子比宫里的娘娘也不差，差远了。宫里娘娘住的是凤仪殿，我这里不过是一座小宅子。但有一点确实比宫里强，在自己府里说话不用怕隔墙有耳。县主既然如此直接，我也不绕弯子了。县主想必想知道，我来自江南。苏女官说过，江南人去年洪灾后入京复考。洪灾，县主可知道去年的洪灾到底死了多少人？县主可知道去年的洪灾到底死了多少人？30万。30万人不是一夜之间死的。洪水淹了几个府县之后，朝廷将拨下了赈灾银。如果那银子全部用在了灾民身上，江南至少能少死10万人。但那些银子从来没有到达灾民手里，至少绝大部分没有。朝廷拨下的第一批银两是20万两，由江南布政使司分发，可实际到灾民手里的不到5万两。另外15万两被人层层盘剥，定远侯沈崇明拿3成，每一层都有人伸手，每只手都沾着灾民的命。你父亲的案子是县主亲手捅出来的，3司会诊后他掉了脑袋，可县主知道吗？他被斩首之后，江南布政使的府邸当晚就清理得干干净净。2个知情的师爷，一个悬梁自尽，一个失足落水。漕运总督更是早把自己摘了出去。定远侯府只是这条贪墨链上的一环，你父亲是弃子，
他的死堵住了所有人的嘴，让那些人继续坐在官位上，日日上朝，夜夜笙歌。你为什么要来找我？因为你是唯一会继续追查的人，因为你的父亲是第一个死的，因为你是长公之女，没有人敢轻易动你，还因为我在京城找了1年，没人愿意碰这个案子，所有人都只想保住自己的乌纱帽，谁也不想做下一个沈仲卿。你是唯一一个有理由、有胆量，也有能力继续查下去的。你需要我做什么？不是现在，我现在手上只有线索，没有证据。我只想让县主知道这件事，心里有数。等时机到了，我会再登门。一个时官司民在宫里安稳当差，将来前途不可限量。为什么要查这种会掉脑袋的事？将来前途不可限量。为什么要查这种会掉脑袋的事？我弟弟叫苏宁，那年他7岁，银锁片是他周睡时我给他打的。洪水来的时候，我们等了3天，等到了救济粮，可要有县衙的条子才能放粮。县衙的人说条子被冲走了，补一张要1两银子。1两银子够我们吃1个月，可那1个月的口粮换了一张本就应该发给我们的条子，条子换到了，粮也领了。可洪水之后就是瘟疫，没有干净的饮水，没有药材，发了霉的粮食吃下去，拉兔子拉到脱水，人活活拉死。我弟弟烧了5天5夜，等雨停了，人也没了。我爹被洪杰虎冲倒的门梁砸断了腰，躺了1个月，死了。我娘一个人撑了半年，入冬后咳血不止，也死了。我娘一个人撑了半年，入冬后咳血不止，也死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朝廷拨下来的赈灾银，灾民真正拿到的怕是连1万两都不到。那些本该是救命粮、治病药的东西，变成了后院的银香，变成了新打的布窑。而我弟弟的银锁片，我娘咳血时垫在嘴边的破布，我爹临死前喝的稀粥只有几厘米的后院的银香，它们只会烂在江南的泥里，烂得无声无息。我答应你，不是为了帮你，是因为我父亲的罪也是我沈家的罪。30万条人命我替他还不完，但至少该让那些人知道，不是只有他需要还这条命。苏女官已经到了，在里面陪着殿下说话呢。都坐吧。今晚没有什么长公主、县主和司礼女官，只有3个不想早睡的人凑在一起喝杯酒。月然、苏婉，今晚叫你们来，是想给你们讲一个故事。20年前，宫里有个年轻的公主，她是先帝最小的女儿。她的母妃不命不服输，谁欺负她，她就咬回去，自己满嘴血也在所不惜。她16岁那年，当时的3皇子想通过她谋一个差事，她不答应。3皇子便诬告他勾结外臣，意图不轨。先帝禁了他的族，关在宫里整整1年。他熬过了那年，他一步步的查，把构陷他的人全部送进大牢。3皇子被削了爵位。那年他19岁，没有人再敢小看他。那个淑妃娘娘呢？淑妃，如今的淑妃见了本宫要规规矩矩的叫声长公主殿下。你们要的答案，本宫帮不了你们一辈子。本宫的年纪大了，但本宫可以告诉你们要从哪里开始查。江南案的案子根不在京城，江南布政使收的那3成，最后有1半往上递了。递给了谁？本宫查了半年，只查到一个人名，就被迫停了。谁？果然是他。赏花宴那天，我表妹的肚兜上绣的就是他。淑妃娘娘所出，当今圣上最宠爱的皇子。义母，他是不是知道您查到了？他知道，所以才会在你面前处处找茬。他怕本宫，也怕本宫手里查到的东西都是冲着本宫来的。可他还没拿到证据，他永远拿不到。本宫查到的都烧了，本宫老了，他不放在眼里。但他会在你们身上看到新的对手。你们的家人都是这场贪墨案的牺牲品，你们都是被同一个人毁掉的人。你们2个加在一起，就是能把这条链子从江南一路拽到京城的人。义母，这把刀我们接了。你看这条，江南布政使拨银8万两至漕运总督，用于修栈堤坝。但同一天，漕运总督往京城汇了一笔4万两的探信，收派人是内务府的一个笔帖式。4万两，一个7品笔帖式哪来的胆子收4万两？问题就在这里。这个笔帖式叫赵安，是淑妃娘娘的远房表侄，他在内务府负责登记进贡的利银，说白了就是一个管钱袋子的差事。江南布政使每年送的银子有1半进了广储司，另1半去了哪里？账面上1个字都没写。这个赵安现在在哪里？还在当差。江南布政使被查后，他大概以为万事大吉了，但他不知道江南布政使的师爷留了一份副本，被我的人找到了。这本账册除了你，还有谁看过？只有我，连地抄都是我自己抄的，没有假手任何人。好，你继续查赵安那条线。漕运总督那边也不要放松，3皇子藏得最深，肯定不止赵安这一条线。不要急，一步一步来。你怕吗？怕什么？怕查到最后，发现这块石头太大，我们搬不动。怕，但更怕连反抗的资格都没有。我要让他知道，没有谁的命比谁更高贵。那就搬，一块块的搬，搬不动就用撬的，撬不动就用炸的，总能把这座山搬倒。苏婉，你比在宫里当司礼女官的时候胆子大多了，那也是跟沈县主学的。
我查到赵安每隔5天便会去长安街头的绸缎庄，径直走出庄子后院，就能通过一条小巷到三皇子府侧门。绸缎庄的东家名义上是徽州商人，但货源都是直接从京城织造局拿的。织造局，看来这东家也不简单。漕运总督那边也有了进展。3年前有一批江南的货，名义上是瓷器，实际上夹带了3箱金锭，收货地就是这家绸缎庄。赵安是洗银子的，漕运总督是运银子的，江南布政使是抽银子的，这些人一个都不能放过。接下来怎么办？先动赵安。只要赵安开口，绸缎庄就藏不住了。绸缎庄一倒，漕运总督的罪证能坐实。至于最后那一位，他的账不是现成的，要一笔一笔从他过去的同谋嘴里挖出来。苏婉，赵安下一次去是什么时候？3天后，我让崔嬷嬷安排2个人，趁他在绸缎汪的时候把人抓住。长安街归京兆尹管，京兆尹不会为了他得罪长公主府，只要抓到现行连夜审，他撑不过天亮。如果他咬死不开口呢？他会开口的，他这种人骨头没那么硬。况且咱们手里还有账册，他不开口，账册也能定他的罪。谁抓的？京兆尹的人，人赃并获。赵安当时正在数银票，桌上还放着广楚司的账册。账册呢？被京兆尹的人带走了，烧掉所有跟他有关的账册、信件、票据，一样不留。是。去把刘东家接到府里来，不要走正门，让他换一身衣裳，从后门进来。绸缎庄这条线，不能让人顺着摸到府里。赵安招了，他供出了绸缎庄的刘东家，也供出了与漕运总督的账目往来，还供出了一个代号冤主子。他说从未见过这个人，但每次送银子，对方护卫都带着三皇子府的腰牌。殿下，这份供词能不能直接递给陛下？不能，光赵安的供词不足以证明冤主子就是三皇子。代号这种东西，随时可以推给不相干的下人。月然，你怎么看？赵安的供词不够，再加上这本账册呢？这份账册出自谁的手？江南布政使的师爷，账上记录了向京城输送的银子明细，每笔都有经手人和收款数额。赵安提到的冤主子，这本账上记的内廷冤2相印证，就不是巧合了。还不够，这只证证明三皇子每年收了10万两，但这是私账，不能作为正审凭证。最后扳倒三皇子的只能是漕运总督的证词，因为所有银子都是漕运总督运送的，每笔都有官面上的记录，人赃并获才是铁案。漕运总督不会轻易开口，他的罪比三皇子更重。三皇子只是受贿，他是监守自盗，他开口就是死，没有开口理由。有，他儿子还没入世，如果他揭发三皇子，本宫可以向陛下求情，饶他儿子一命。漕运总督贪了一辈子，但他疼儿子是出了名的，这是他唯一的软肋。赵安被抓，三皇子一定会转移刘东家，如果能抓住他，拿到凭证，就可以拿下漕运总督了。绸缎庄那边有安排吗？已经晚了，我派去的人到绸缎庄时，刘东家已经不在店里了，抽屉里的银票和账本都不见了。他应该是进了三皇子府，除非硬闯三皇子府拿人。硬闯皇子府，这不可能。你们有没有想过，三皇子为什么要藏刘东家？因为他有证据能证明绸缎庄与三皇子的账目往来。现在证据不是被动等人赃并获了，而是在他的府里。义母说的对，赵安的案子让三皇子开始慌了，他一慌就会有破绽。咱们要做的就是抓住他的破绽，驱虎吞狼。月然，你长大了。拿下，连人带信，一并押回京城。罪臣贪墨，国法不容；皇子涉贪，国本动摇。请陛下圣裁。沈县主，赵安被抓那天，本殿下就在想，你什么时候会来？怎么不说话？你费了那么大力气把赵安送进大牢，把刘东家从码头劫过来，不就是为了站在这里看本殿下的笑话吗？殿下多虑了，臣女来是奉旨行事。奉谁的旨？长公主的旨，还是你那个苏女官从司礼监传出来的假旨？沈月然，你以为你是谁？殿下，臣女是陛下亲封的安平县主，今日来此是奉陛下的口谕，三皇子楚渊即日禁足府中思过，无旨不得出。我不信，父皇不可能下这样的旨，除非伺候了他20多年。你们伪造口谕，你们……周公公，三皇子楚渊结交外臣私相授受，革去亲王爵位，禁足府中思过，无旨不得出，钦此。为什么？就为了些银子，就为了江南那点破事儿，我只拿了10万两，江南布政使拿的比我多，漕运总督也拿的比我多，凭什么只抓我？殿下，江南布政使已经伏法，漕运总督也已下狱。赵安供出了绸缎庄的刘东家，刘东家供出了漕运总督，漕运总督交出了与殿下往来的所有密信，现在都在陛下手里。还有一件事，
殿下可能不知道，殿下当年有过首尾的那个表妹，殿下从她那儿问出过什么，给过什么承诺，让她做过什么事，殿心里清楚，不必臣女多言。不可能，那个女人早就傻了，她什么都不会说出来。她说不说都不重要了，那些信比她的嘴管用。殿下如果还有什么人要说的，留到审讯时再说吧。审讯？我是皇子，你们要审他自己的儿子。殿下如今的梅亭卿卿王玉，大三司审的是罪臣，不论品级，一概同等。他可真是个好父皇。你赢了，沈月然，是我小瞧你了。你确实是石头，还把石头磨成了刀，捅进了我心口。今年春耕的种子分发了3个府的灾民，还有2个府的没送到，下个月得再调一批过来，不然赶不上晚到的时节了。你要是早几年有这股劲儿，江南的灾民怕是早就能吃上饱饭了。说起来，京城有消息了，三皇子彻底完了。陛下这次没留情，直接废了封号，圈禁在皇陵里守灵。听说押送的那天，比当年沈家流放还惨。月然，你说我们这辈子算赢了吗？赢不赢的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我们还能站在这里。苏婉，我们去更南边看看吧。还有堤坝的事儿，得赶在雨季前修完。还有医学的先生，上次那个年纪太大了。知道，县主大人，你安排的事儿我哪件没办好过？阿婉，明年春天我们去江北看看吧。